50多万开辆宝马啊，然后是什么宝马的后备箱开一下能把车主的鼻子给打错骨了？今天他来了，带你们看看去，这个后备箱到底有什么奇特的，是什么问题导致的？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听说啊，车主现在是已经在医院的，然后他媳妇开过来的，咱们一起去看看这车。咱们先看一下，这是个14年的5系啊。它是什么问题？现在是后备箱弹力太大，弹力有多大？咱们先看一下。首先，现在只能遥控上操作这个啊，因为它这个后备箱开关的这个按钮坏了。现在后牌照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把这个后边开关的按钮给拆掉了，拆掉按钮必须得把牌子下来，才能把那个开关拔下来。所以说现在是牌子拆掉的。咱们看它这个弹力到底有多大？能把这个鼻子给弹伤了。咱们遥控开启一下这个后备箱啊！哎呦我操！这是现在把这个拆开了啊！拆开这个灯，刚才我是塞到这里边了，然后又甩开了，刚才已经塞好了。这是一个开关和一个后备箱的这个灯。它是什么坏了啊？看一下这一块。那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右侧啊，这是一个5系通病。为什么通病呢？从0几款的到现在16款的都有这个问题啊，不是说都有这个问题，时间长了右侧这个液压杆它是当时它开启的时候，这个有个压力的给它撑着，然后慢慢揉着让它起来，结果这个突然就没压力了啊，车主还不知道的情况下。所以说导致弹了鼻子。为什么会弹了鼻子啊？像咱们平常直接就是现在这个劲非常大啊，直接就是抠这个开关嘛，现在开关给卸了。如果说抠开关的情况下，也不至于打到鼻子啊。关键问题是它的开关也坏了，开关坏了，左手拿东西，右手按遥控，人就站在后备箱边上，后备箱唰猛瞬间掀起来的时候打脸上了。是它后备箱开关，后备箱开关也是个爱坏的通病啊。可以看到这是个15年9月份换的，然后现在是什么问题啊？它这个开关这个皮子裂了以后导致触摸不到这个开关的触点，所以说后置外置的这个开关打不开，只能按遥控或者是按到车里这个按钮，所以说它当时就是那么个情况给打了啊。然后还有这个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裂了，这个5系的这个材料啊是相当差劲的很，就这个开关都会裂，要么裂要么掉漆，这两种情况。一般掉漆和开裂的太多了。03年的5系到现在17年都会犯这个问题啊，要么掉漆要么开裂。还有一键启动的开关也掉漆，就跟现在这个后备箱的这个开关似的也掉漆，还有这个玻璃的升降器开关也掉漆，这几个都是属于爱掉漆的。像目前现在它这个裂了，然后那个漆给掉了。像它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个通病，还有开关那个也是个通病。这个的话太危险了，因为它这个一旦失去那个液压以后，这个劲儿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给你打你一下的。这玩意儿你使劲摁得往底下使劲摁，它开的时候瞬间的上来的压力太大了。现在咱们就不演示了，因为这个劲儿的确是太大了啊，就是导致打鼻子，真能给你打错骨了。但是具体错没错骨，咱还是目前不太清楚啊。看一下这车整个前脸啊，一开始我看到这车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了哪个车，你知道吗？想到了一个启辰的 T90，也是这么个样子啊，仿的X6的样子。启辰的 T90呢，它比这个车比较早，这车是个 2.0T 匹配的8AT 变速箱。这个车应该是个20年出的第一批走入市场的，它这个呢应该是个第一批车啊，这个车主应该买的是第一批。大灯也是 LED 的，
整体来说，这车我感觉还没有75 Plus 比较好看啊。看一下这车的整个车身的线条，它就是跟那个启辰 T90，它俩一起仿的宝马 X6的样子啊。长安汽车 CS85，看一下这车的配置估计也是不低的。这个后背门看一下，咱们是不是它这个电动的啊？应该是电动的，电动的后背门。这是没错的，因为75 Plus 它已经也是电动的后背门了。这个车的整体后备箱，咱们看一下它的空间啊。这个车还没75 Plus 的后备箱空间大呢，因为它后边属于一个溜背的形状，所以说深的话还是挺深的，但是整体的空间和高度啦、宽度啦都没75 Plus 大，我感觉。看了吧，这个后排。它后边是往上挖了一下，它不挖这一下更压抑坐着。本身这个我刚才坐了一下后边，就有点压抑，没有75的感觉好呢，还跑了整整1万公里，10338。简单保养一下，看一下里边多功能按键，方向盘 CS85。主驾驶的是一键升降，然后其他的都是得一直扳住啊。这边的按键是一个防侧滑的按键和一个上坡辅助、灯光的高低调节、灯光的亮度，就是室内灯光的亮度啊，和这个一个自启停、后备箱开启开关。这整个配置和这个按键功能还不少呢，这块。这一块多功能方向盘，然后是一个定速巡航、电子档杆。这一块整个这个平面啊，把这些空调的东西给挪到这个成了平面了，不像以前那种立着的，显得这一块都是这个液晶按键，就是跟手机一样，很高级的感觉啊。然后这是一排飞机键，这些都是按不动的，假的。然后这一块是一个倒车雷达的开启与关闭，然后双闪和一个车道辅助和一个360全景按键。这一块这是一个空气净化，30的空气净化。这车现在坐进去完全没有说新车的味道啊。欢迎使用30空气净化系统。电子手刹，这边2个放水杯的地方，这边 USB 充电的，跟这个12伏的电压点烟器什么的。座椅是主驾驶电动，副驾驶手动啊。这边一个车机互联，然后这是应该是个钢琴烤漆，这玩意儿和这个皮质的仪表，双缝线。不难看啊，挺不错的。整个座椅是这种咖啡红的。咱们现在出去试驾一下这个啊，看看这个 2.0T 匹配的 8AT 变速箱整体的性能和这个换挡什么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啊？应该不会让咱们失望，因为毕竟这个 2.0T 匹配 8AT 的话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在市场上。刚才咱们开了一圈啊，总体来说还行，在市里的话我也跑不开太快，反正一脚油门到底的话，整体来说 2.0T 跟这个变速箱配合的还算是可以，换挡总体来说没有顿挫，也挺平顺的啊，开着足够用了，因为这个价格在这个区间呢挺好的。然后现在我是给客户去送车，刚才来的时候也是我去开的。